大家好，我是老莫。有朋友留言说自己做的老婆餅外壳总是特别硬，而且酥层特别乱，整个的层次也有分不開的。這個視頻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老婆餅的開酥技巧和製作方法。詳細的配料表咱們還是放在後面。製作老婆餅咱們可以用高筋粉，也可以用中筋粉，這兩種粉咱們都可以用，做出來的效果也差不多，大家就自己選就可以了。然後咱們需要加入油，因為咱們和的是水油麵團，油量不要太大，大概在 10% 左右就可以。然後再加上糖，這個糖的量呢不要超過 10%， 有一點就可以，主要是讓它能夠更薄，拉伸性更好。再放一個蛋清，咱們不需要蛋黃，蛋黃要撈出來，咱們來抹上面一層用。先要把蛋清還有油和麵粉攪拌勻，然後再加水。水溫沒有要求，但是一定要注意，有了蛋清和油，一定要減少水的用量。咱們加水的量不要超過70，因為70這個狀態呢，它就是比較稀軟，就像咱們畫面中這樣的軟度就可以了。然後咱們把麵團和好之後，案板上撒上一些乾粉，咱們把這塊麵呢不要去揉，直接這樣摔打，這樣能夠更充分的把麵筋體現出來。咱們在做的時候，這個酥層就會變得更薄。如果摔不方便，咱們也可以像搓衣服一樣，這樣給它搓一下。看着表面比較光了之後，咱們直接放在手上，這樣來回的給它兜一下，另外一面就很快變得光滑。這樣的麵團咱們就揉好了。揉好之後的麵團，咱們放在一邊，先醒一下，醒個15到20分鐘。接着咱們來拌一下椰蓉餡。椰蓉餡的辦法是比較簡單，放入椰蓉，再放入白糖，然後再加入一個雞蛋，再加入15到20克油。接着把所有的材料攪拌勻，這樣椰蓉餡就成了。拌好椰蓉餡的狀態一定要能夠輕鬆捏成團，這樣才可以。如果太稀也不行，太硬呢也不行。接着咱們做一下油酥，油酥呢要稍微多一點，80克麵粉配上50-60克食用油。咱們這個油酥呢做出來之後一定要稍微軟一點，不能太硬，太硬咱們擀酥擀不開，擀不勻，所以稍微稀一點更好擀。這時候咱們麵團也醒好了，醒好之後的麵團呢是非常軟的，咱們案板上撒上乾粉就可以來開酥了。包酥之前咱們先把麵團按一按，按成這樣的平的，然後用擀面杖稍微給它擀一下，擀的大小呢要比油酥大一些就可以了。這個油酥呢咱們要靠近一邊去放，不要放到中間，放在這個邊上呢咱們好包，而且包得更嚴，這樣也不容易露出油酥。這個油酥呢一定要攤平，不要讓它太厚。拍好之後直接把一邊往這邊一折，把邊緣給它捏上。捏邊的時候一定要記住，不要捏得太厚，只捏一點點就可以。捏得太靠裡，咱們這個酥呢就分不勻。咱們捏好之後，拿一個滾錘，然後直接像這樣從中間往兩邊敲。沒有的話，咱們可以用擀面杖敲。但是咱們敲酥的時候一定要注意，這個力呢是一定要穩住，不要太用力。然後上面撒上乾粉，咱們再繼續敲。敲完之後，一定要讓它保持平整。然後接下來擀制大家需要注意，因為麵比較軟，酥呢也比較軟，咱們擀的時候這個力千萬要小一點，溫柔一點去擀，不要擀得太用力。擀好之後像這樣兩邊對折，在對折的時候呢，這個大小一定要稍微給它拉扯一下，盡量讓它鋪勻，這樣咱們做出來它分層的層次也會比較明了。接着案板上再次撒上乾粉，咱們把這個麵平鋪上面，繼續用手錘敲打一下。敲的時候這個力千萬注意好，注意不好很容易敲爛。還是同樣的操作方式，直接擀開。擀的時候呢盡量擀成長方形，不要擀圓。再次擀開之後，咱們直接像這樣從一頭捲起來。在捲的時候一定要捲緊一點，不然這個酥層太散，咱們後面包的時候不好弄。面捲好之後一定要繼續的去給它揉搓一下，這樣能保證它更緊。最後咱們直接分劑。分劑的時候呢，這個大小自己控制就好。最後一步大家需要注意，咱們下好的劑子千萬不要去折疊，直接這樣用擀面杖從中間給它壓一下，壓平，然後直接擀就可以了。如果說咱們再包起來，它這個酥層很容易爛，下面也容易堆死面，所以咱們直接這樣擀，做出來的分層效果就會更明了。
也不會出現亂層、碎層這樣的情況。這樣咱們一個面皮就擀好了。擀好之後，包的時候大家一定要认好面，這一面呢一定要朝裡，光面一定要朝外。這樣包好之後，看上去就会比较漂亮。然後咱們包馅儿的时候，先把馅儿直接捏成一個球，球呢可以稍微大一點，然後直接放上去，像這樣兜進去就可以了。兜的时候一定要兜得緊一點，不要太鬆，不要讓它裡面加太多的氣。包到最後，咱們把這一點捏薄，直接鋪在下面就可以了。做好之後，直接用手先給它压扁压平，再用擀面杖輕輕的擀，就像咱們開酥一樣，力量不能大，一定要擀得厚薄均匀。擀好之後，它的厚度呢大概在1公分左右，這樣就 OK 了。餅做好之後，咱們中間還要划2刀，划这2刀呢就是划到底，不要太輕，就像咱們畫面中這樣就可以了。最後把蛋黄直接抹上去，抹蛋黄的时候一定要抹匀，不要抹的薄厚不一樣，那樣咱們烤出來表皮会花，看上去就不好看。然后烤箱提前預熱，上下火都是200度，因為咱們家用烤箱溫度達不到240，所以說用200。然後烤的時候還是200度去烤，烤的時間17分鐘左右。好了，咱們老婆餅就算全部制作完成。剛做好的老婆餅呢，外皮是比較酥脆，咱們放一放之後，它會變得酥軟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裡面的層次呢，非常的明了。咱們在家裡做，要想酥层不亂，一定要記好那個擀皮的方法，就不會出錯。好了，咱們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。如果您喜歡呢，也別忘了幫忙點個關注或者是點個讚。咱們下期視頻再見。